这本书叫《标点符号好简单啊》，内容跟课本有一点像，除了讲解之外，还有很多的练习题，比例大概跟讲解各占一半，容易程度大概在童书跟一般图书之间。因为我比较不拿手的是分号，所以这一本还是会着重在分号的部分。他在第35页的时候谈到逗号，他这里给出的其中一个解释是，逗号所分隔的单位是比词还要长，但是比句子还要短的一个单位。另外一个我觉得也蛮有价值的方法是，如果不太确定什么时候要用逗号，那就朗读那段话，用朗读的时候的顿点来判断要在哪边下逗号。第62页的地方是一个句号的练习，我会截录是因为我一直不太清楚各种连接词的前面应该是接句号还是逗号。在这个例子里面，然后的前面它是接句号，后面就是一个新的句子。狮子放轻了脚步，慢慢的逼近兔子身旁，句号，然后一下子伸出利爪扑向兔子。第69页的地方，它介绍了冒号的形状。这本书有一个蛮好的地方，就是它会介绍各种标点符号的形状是怎么来的，方便你去记忆它们的用法。它这里对冒号的解释是，它是由2个句号所组成的，所以表示前后文的意思是相等的。第83页，它介绍了分号的形状。分号是由1个句号跟1个逗号组成的，所以就是前面那个句子完结了，但是后面的意思还没有表达完。第85页的地方，它介绍分号的用法。这里它把用法分成4种，分别是并列句、关联或转折、推论、依傍的分句。我把这里的内容跟阿神婆做媒那一篇做对比。我个人觉得可以对应到的部分就是并列句应该是跟对等一样，用来写那种有对称性的句子。关联或转折对应的就是转折，下一句跟上句有关，但是文章的气氛转换。推论应该是推演，就是下一句是上句的推演、推论或是补充。至于依傍的分句，我找不太到可以对应的，所以应该是对应文意一贯，就是上下句有关联性。我在他给的例句里面好像有看出一个规则，但我不太确定，就等一下介绍到的时候会讲。并列句并没有什么悬念，还蛮简单的，就是上下结构对称的句子。他这里给出的例子是，有了日光灯，蜡烛便淘汰了，分号；有了汽车、马车和牛车便淘汰了，分号；有了电脑打字、活字版印刷就淘汰了。第2种是关联或转折，这2个意思不太一样，但是它放在同一个种类里面。关联它给出的例子是，大家都努力往上爬，分号；只有他安于现状。这个例子如果是以往，我会用逗号，但是看得出来上下是有关联性的。转折的例子他给的跟阿神婆那本蛮像的，表哥从高雄到基隆找小明，分号；小明却到花莲出差了，剧情出现了一个意外，所以用分号隔开。第3种用法叫做推论，也就是由上一句的原因推出下一句的结果。他给出的例子有2个，第一个是人是团体的动物，分号；换句话说，人类没有办法离开群体而生活。第2个是世界之大，无边无际，分号；没有人可以走完全程。我本来在想这个作者是不是把推论跟总结的功能合并在一起，但是他举的例子看起来没有总结的效果，所以我想他应该是把总结的功能归给冒号而不是分号。第4个用法叫做依傍，我原本以为它跟文意一贯是一样的意思，但是他给出的2个例句有点妙。我觉得拆开来看的话，第2句的主词好像会有一点不完整，但是分号的规则应该是上下句都是可以拆开的。第1个例句叫做毛笔的用处全靠笔尖的毛，分号；笔尖的毛坏了，有了缺陷就不能写字。如果要拆开写的话，第2句好像应该写成毛笔笔尖的毛坏了，会比较完整。第2个例句叫做运动可以使身体强健，精神愉快，分号；但是太过度反而会伤害身体。第2句如果要独立成句的话，应该也是写成运动太过度反而会伤害身体。所以如果按照他给的例句的话，分号的上下2句应该要独立的规则好像有一点被打破了。第99页的地方他在介绍顿号，这个部分也跟上一本有点不太一样。上一本没有非常明确的介绍，但是他用的词是用来隔开同类词，但是这里写说它可以用来分开短句。他给出的例子是运动场上有人在赛跑，顿号；有人在跳高，顿号；有人在打篮球，顿号；有人在玩骑马打仗，每个人都充满了活力。